到了到了，杨哥，杨哥，哦哟，好早哦，叫我们来这里干嘛？是喽，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就是鸡蛋农场。鸡蛋又不会跑掉，我们这么早来，迟一点再来就 OK 了。OK， 我们对呀。没有拉我，没有人去啊。那你可以这样，你们。你这种啊，我让你走啊。我不要。这么好的机会，我们都已经来到这里，当然要长知识嘛，对不对？好，我们快点去看鸡还是看蛋？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快点，这个问题我们要问他们。走。小岛国大发现。哇，好多蛋呢！鸡毛啊！这是什么？ Hello， 欢迎来到春村农场。你们是要来买鸡蛋的吗？啊，不是，我只是拿一颗鸡蛋可以吗不可以，这是我们顾客已经订的了。 ？OK OK 我 OK 们可以 OK。放回去啊。你好，你好，请问你是我是 JY 这边的兽医。兽医？所以这里除了有鸡，还有猪，还有羊，还有马。哦，你要看看好它可以看。我们这边只有鸡，好，所以你是看鸡生病，还是看鸡蛋生病？全部都看到完。是吗？所以今天我们的疑问都可以由你解答。可以，那你第一个地方要带我们去哪里看看呢现在你跟着我走，带你们去。 ？Let's go！你要不要拿多一粒？走走走。我们这边分3个区，这边是蛋房，然后这边是饲料厂，还有等下我带你们去的后面就是农场那我们现在先去农场，对吗？啊。这边走。这里的面积到底有多大？陈村有大约27个足球场的面积。那么大哦，走不完呢。嘿，等一下，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问你，请问新加坡人一天吃几粒鸡蛋？哦，文豪房有问。来，请问新加坡人一天吃多少粒鸡蛋？如果有健身的人一天吃8颗，我觉得新加坡人一天平均吃2颗，我觉得是3颗，因为我每天吃3颗。所以他会长这么高，因为他吃鸡蛋和睡觉，啊，我也是吃鸡蛋的，为什么我长不高？吃太多了。不成立了。 8加3加2。13除3。3。就3咯。我先不让你们知道，等一下你们去到蛋房，你们就会知晓。哎呦，还卖关子哦！这里是我们的农场，过了这个消毒池，我们就进去农场了。消毒池啊，进去前还要冲凉换衣服。什么这么大工程啊？这个是我们农场的生物防范措施，为了避免带疾病给我们的鸡。哦，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去洗澡了。不可以，你们3个人只有2个可以进。石头剪刀布。 2个，我们2个，你们有得这里要进去没？你进去你要卸妆全部哎，你一出来哦，应该像鬼一样啊。重点是那个要卸妆，所以你们去，OK？好，跟着我走。 OK，take care brother，see you。哟呼！耶，怎么样？好看吗？什么矛盾？很可爱啦哈，一只鸡，2只鸡，3鸡，4鸡，5鸡，还有鸡。他们还要穿这个 cover 哦。脱掉你的 boot， 然后脚进去。还有你们进去之前，全部的仪器都要消毒过。普通的人可以来这里参观吗？可以，我们限制闲杂人士进去。闲杂人听到没有？你就是闲杂人士。所以他们这样子是 OK 吗？你全副武装了吗？全副武装可以进去了。我要往哪走消毒池。 Let's go。 ？Let's go。我错了，我应该拿 XL。你拿什么？卡到是不是？急啦哈！为了 William， 我就卡一下哦。
OK，河曼这边有水，哇去看鸡寮。 ，Let's go。会很远吗？这边而已。哦，这边。这是我们的鸡寮。进来之前要走过这个消毒池多一次，多一步的防范措施。真的把鸡保护得很好。我看到很多鸡耶。对哦，这里到底有几只鸡？整个农场有850千只鸡。 850千，哇，你用千哎，很多哎。对。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边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原来这里灯光比较昏暗。因为鸡对灯光比较敏感，灯光太亮的话，它们比较受刺激啊。OK，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步骤？有没有不可以太大声啊，还是怎么样？对。哦，真的。我们要小声。小声一点啦。幸好可乐没有在。幸好可乐不在。 哇，这很多只哎 Hello， 你们好，我现在在开演唱会。Hello。 进来的时候也没什么味道，不是很臭哎。在家里想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可能会有很多鸡的味道或者鸡屎味。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发现到这里的温度比较凉啊。鸡寮里面有自动调控系统，所以这个就是水帘，它会跟着室内的温度而自动的跑。 所以水就会跑过这个水帘，然后我们后面有风扇，它会抽那个空气进来，所以那空气会把整个室内的温度降低到一个舒适的温度。这里室内的温度大概在多少？26到30度之间。你看，手长就是手长就是好。请问母鸡一天会下几次蛋？3次吧，因为早午晚。？3次很多哎。我不懂它一次会下多少，可能一次只是2粒。我觉得2次最多了。一次。它一天一次。一次过哦，就是它365天每天都在出蛋哎。为什么360没有 rest day 哎，我们至少依然有休息的时间的，就做鸡的没有时间休息哎，每天都要生蛋哎，不容易。母鸡一天内3次下蛋。我这里呢就说2次。我这里就是1次。一只鸡一天大概生1粒蛋。哦，一天就1粒。 1粒啊。所以你刚才讲有850千，包括小鸡。所以一天这个农场可以有生产出625千粒蛋，小鸡还没有生蛋。这边没有公鸡啊？没有公鸡，你们猜母鸡需要公鸡来生蛋吗？不用猜，我知道不需要。对吗？我觉得需要哎。你看他刚才讲没有公鸡，然后这里又有蛋，怎么可能需要？对，那有没有说什么时段他们会生蛋呢？它们大致上在早上会生蛋，可是有些母鸡会生比较迟，所以下午还跟傍晚都还会有。那我想问，他们在吃什么啊？他们在吃饲料，这边都自动化，所以那个料槽会一天跑4次喂那些鸡吃，然后我们的那个输送带也会跑，一天最少跑1次到2次，蛋会拉去我们的蛋房。哦。那如果他们生病，是你来照顾他们啊？对呀。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生病？看他们的粪便，看鸡蛋的蛋壳，还有听声音也是。这边这么多鸡，你分辨得出可以啊，是他们生从哪里出来？病的时候，你好像打喷嚏啊，还是感冒，都声音都不一样的。平时我们吃鸡蛋都非常轻松，但是今天来到了鸡舍，了解他们的整个运作过程，发现到每一颗蛋啊得来都不容易，所以心中充满了感恩感谢，谢谢你们辛苦了，在这里打个卡。小老婆大发现。这里是哪里？成龙来这里拍片啊？哇，一包一包的。哎，他们叫我们来找又英俊又善良的人。哦，叫做阴善。英良，英良。哦，这里有人。 Hello， 请问你是？俊良，俊良不是阴善哦。啊，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到我们的大厨房。大厨房真的很大，但是厨房在哪里？哦，厨房就是这里，这里是货仓，这里是我们储藏仓，哦，这里饲料部门的主管。哦，你不是这里的 rapper 啊？很快的，所以在我们眼前的这些纸袋都是鸡的饲料。对，都是鸡的饲料的配方。为什么有这么多？等一下，
那这个他们也吃这个啊？这个是鱼油，因为我们有产 omega 3的鸡蛋，所以他们需要吃鱼油。所以吃鱼油的鸡就可以产出有 omega 3的鸡蛋。对所以他们吃不同的饲料会生出不同的蛋。对，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配方。看到还有 corn 呢，因为我们一般上在那些店里面看到有什么 corn egg 啊，其实我都不相信，所以是真的啊。对，每一个配方里面都有玉蜀黍，还有多一个，你们猜这个是什么？这个糖啊。石头很重。这个是拥有钙质的石头。那为什么鸡要吃石头？是拿来消化吗？因为我听我阿妈讲的。鸡要吃石头是因为它生出来的鸡蛋需要蛋壳嘛，因为要硬硬的东西嘛，哇，好对不对？像有道理。对，你们讲的，你们都猜对。哦耶！哇，那这里的鸡一天吃多少饲料？ 100吨。哇，100吨哦，难怪要修这么大的这个饲料厂。所以你看，刚刚 JY 说了，我们去了农场、饲料厂，还有一个地方哪里？鸡蛋肠。蛋花，不是蛋房，我要去蛋房，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到。马上去，请问蛋房在哪里？那边。 OK 好，他说那边，我们走去。那这里的鸡一天吃多少粮食？100吨。很快，直接我问他说100吨。哦，因为这个有在稿里面。还是很这里有几只鸡？没有搞，这里就是我们的蛋房，也就是我们的包装室。然后这些鸡蛋是从鸡舍用那个输送带传送过来到我的这个蛋房这边。之后来到包装室呢，第一轮就是由我们的员工筛选那些破蛋或者是那些比较颜色不均匀的鸡蛋。这里不都自动化了吗？看到很多机器，为什么还需要人工筛选？就是说我们的鸡蛋哦，经过机器的话会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鸡蛋的上下两端，所以就是需要人工筛选。哦，哇，你的鸡蛋是不是这个？对，盲点在哪里？在哪里？就是在鸡蛋的上下两端。哦，这两端。所以机器只可以检测到旁边，对，侧面。所以哈不完美的就会被挑出来。是。所以那些好的蛋会到哪里去？好的蛋呢，就会从机器这边分配到我们那边的包装线。带你们去看我的包装线。哦 ，yes。哇，好多蛋呐！太多了。到底这里有几种蛋？这些鸡蛋呢，分别有7种。哦，所以不同的包装线就会出不同的种类。对，所以今天的蛋今天就会全部卖出去。或者是到隔一天。请问有人说鸡蛋胆固醇高，所以不宜多吃。没有，不是那鸡蛋胆固醇高，是那个鸡蛋的那个蛋黄。我听说是要吃鸡蛋呢，因为鸡蛋是什么啊？有蛋白质。啊，据我所知 ，cholesterol 不是完全都覆盖在整个鸡蛋的，是只有在蛋黄。可是我觉得胆固醇在一粒鸡蛋里不是说高，是你吃太多粒，然后你就会胆固醇高。所以不宜多吃，我觉得是对的。根据最新的研究，食物的胆固醇呢是没有设顶线的。一个人一天吃1粒鸡蛋是 OK 的，是看你自己本身要怎样煮啦，就不要煮到太油腻啦。新加坡人一天吃几颗蛋？新加坡人平均是吃到300万粒鸡蛋，周末的话是400到500粒鸡蛋。哇，一天内，苏美尼。哇，所以呢说我们爱吃蛋蛋就是这样。我们知道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但今天才知道本地生产的鸡蛋原来背后有这么多学问，真的是又长知识了。我就在这里打卡吧。哇，这么多鸡蛋，我们爱吃蛋哦，我们不会分辨怎么样是新鲜的蛋，敲。直接敲。对呀、因为鸡蛋新不新鲜就是要看它里面。哦，哇，好漂亮哦！哎，漂亮到很不真实哎。对啊，像假的应该有3层的。是，所以是刚刚的母鸡出来的吗？对呀、今天下了。哇，超级无敌新鲜呢！对，所以你真的能把蛋黄这样抓起来？可以呀、真的假的？去吃饭，我们不相信，示范，示范，示范。
哎，这个我就第一次看，真的。这很惊人哎！需要任何技巧吗？哦，不需要，只要鸡蛋新鲜哦，它就可以拿上来了。什么意思 ？First born egg。就是母鸡头1个月生出来的蛋，头1个月。哦，所以1个月的蛋都叫 first born egg。对，哦，所以这个蛋就比较珍贵，比较少有，而且你看它的蛋就比较小颗。所以说到珍贵的话，这个更珍贵，这个是 jumbo egg， 叫 jumbo egg， 差不多。 jumbo egg， 它是很大只的母鸡下的蛋吗？比较老。哦，所以还没有生过的就是这个 size。OK， 老了生过很多次，差不多不可以再生的过呢，就是这个。呀，长很大。这2个哪一个比较贵？当然是大力的比较贵啊。哎呀，等等，大力比较贵对吗 ？OK， 可以给我1粒吗？可以啦。我问你老板啊。哇，吵到明天都没有可以吗？完，可以吗？没完没了。可以啦，拿去。可以啊， OK， 谢谢你，谢谢你。好了，谢谢啊，谢谢。有缘再见啊。哎呦，哎最近自己住啊，省多钱。这个拿走。这个不用啦，这个给他了，不然。快点，下班了。谢谢2个，这个啊。我非常喜欢吃鸡蛋，今天看到这么多的鸡蛋，非常的兴奋。20多年来我都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鸡蛋哦，我要在这里打卡，耶！小老婆大发现。色泽诱人，诱人食欲。哇，哎，又肚子饿了。你们少吃一点啊，注意身材。也是 OK， 人本来都要吃的嘛。哎，你看，一看就是视觉上的享受，很适合打卡放上 social media。很多人都像你一样，手机先吃，都被这些高颜值的摆盘给吸引了。这是一种 trend， 你们懂吗？哎，那你这么厉害，知不知道怎么打造出这么高级的这个摆盘啊？有什么秘诀？我知道，去找 chef 咯。那你就是不知道。那我知道是找 chef 找答案吗？我还知道要坐车去找 chef 去找答案呢，这么凶做什么？做什么？你给我看我肚子饿，说我很生气，我要吃，你一直问这种无聊的问题。我有说 angry。让我去找他啊！找答案而已嘛。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呀。哈，来，为你们介绍，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Chef翔，今年28岁。是吧？对28岁。哦哇，很漂亮哎！Chef，你现在在摆盘吗？对，我现在就在摆盘。太好了，因为我们有很多问题就是在跟摆盘有关的。现在就是我拿的时候，你看手长的人一拿就拿到了。哇，好，来，本地名厨用什么食材来打造米其林级别高颜值的摆盘？因为我只吃过那个米其林的鸡饭，所以还是用香菜。什么都可以啊，你可以用手压sauce，所以你这样滴一点这样，对，艺术这种东西我不明白，他就只是这样用那个汤匙这样，就拿几个叶子这样，然后一看到那个盐就会放一点盐。其实摆盘在我们食物里面很重要，我们要它很鲜艳，很多颜色，然后有那个一米的那个感觉，对吗？对，一米的那个感觉，就是吃我，快吃我！对，所以这个视觉就是很重要。哎，等一下，我不是有说用心啊特别的料，然后用一个这样，哦，对，所以我答对了。是啊，有啦，这个有沾到边啊。这些 edible flower 跟 cress 的话，你看它就是可以把整盘菜的颜色跟活力带了起来。所以在桌前的这些叶子都是用来摆盘的吗？对，这些其实不只是叶子，还有 herbs。然后我们这边也有花，放在我们的料理上面，它会提升那个料理的味道。哦，所以是有作用的，不只是美而已。那我想这个花，这花更好吃是不是很甜。不是花就是一定会甜，也是会有一点涩。 OK， 一撮啊，可以吗？一个一个吃吗？你那一朵就差不多5、6块了。这个没有，那一撮那一撮撮， 5、6块对，这一撮5、6块，对，比5、6块，对马币15块，5、6块可以买2盘鸡饭，对，吃不饱哎，我吃2盘鸡饭才刚刚好。你就扒一点点，刺它那个味道。 OK， 我吃这样一朵。所以这个就差不多1块半哎。是，我要是粉色的。对，这个我喜欢放在甜品上面，
然后一点点苦苦。那苦苦，对，它咀嚼了过后，那个香味就出来。That's why， 因为你要这样买一个5块，你会买自己种不是更便宜？没有这样容易去种。是要照顾它，你要照细心。顾，你要花时间，要用你的爱心，它才会真的这样完美。这些 edible flower 跟 cress 其实挺普遍的，新加坡已经有人在提供给酒店跟那些高级的餐馆。左看右看，这里都不像是菜园。难道我们找错地方？怎么可能？这里这么多花，肯定是这里。你们确定这些都是食用花吗？这么简单，采一朵来吃就知道了吗？哎，不可以，为什么？没听过吗？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你。没有听过吗？路边的野花不采白不采，快点采！ OK， 哎呀我们try一下。 Hello，你们需要帮忙吗？是没有什么需要帮忙啦，但是请问你是谁？我是 Ryan， 我是这边的一个城市农夫。啊，太好了，这样所有的疑问都可以问你了。没错，所以这里是菜园吗？这里是我们女王镇的农场。所以这个是食用花吗？对，你要吃一下吗？可以尝试吗？可以啊。啊。他很饿，他很饿，他说他很饿。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花？这叫做 Coral Vine。哦，谢谢。哦，try一下。嗯，你一点一点吃啊？那我整个就丢进去了。啊，慢慢的享受吗？听说这种花很贵的嘞，贵的嘞。那我相信这里不只是一种花，对吧？对，我们去看看吧。好啊，可以啊，去走。哇，还有蝴蝶。吓我一跳！你突然这样。这里是我们的花园，我们有超过15种类的食用花。哇，没有想到食用花有这么多种哦，因为看来看去好像只是颜色的不同而已。是。对。那请问这是什么花呢？这个是我们的 Orange Cosmos。 Ryan， 这样一朵花需要花多久时间才能种到这样？这个花大概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它带有苦涩哈。对。哇，墨西哥龙毫。墨西哥龙毫。刚才那个姿势，它真的很像在送你。呀，我接受你对我的爱意。所以这些叶子也可以拿来摆盘嘛？叶子也可以。哇，不止花啊，哇，这个特别的香，我这么拿就香。OK，那你试试看。他在这边做工啊，一定有吃过啦。啊，直接咬。他直真的，接很像咬玉米这样，有没有？你嘴巴太大了，bro。你确定你才这样吃一点点而已？你嘴巴大到可以吃整撮哎。哎，not bad，这你们 try。来，给你这个。哦，第3种有这个花香味，而且它真的有薄荷的那种冰冰的感觉。通常呢，我 focus 美食，然后都是把这些花呢扫去一旁边。那你就浪费它的用心了。对，从此以后呢，我会拍个照片哈，留个念这样，然后扫去旁边。OK， 接下来你还要让我们大开眼界什么东西呢？其他的花是吗？ You want like we see what? What would you like I us want to let see？ you see many flowers。哦，like what？OK。哦，真的啊？那边。走，有一点。喝水。 Ryan， 为什么突然流行起来这个食用花呢？因为很多厨师他们都需要用这些花来摆盘，在这个过程可以比较容易拿到米其林 star。哦，原来如此。那新加坡到底有多少人种植这些花呢？新加坡大概有3到5个人吧。5个。那么少？其实这个花没有那么容易种啊，因为要看天气，它们需要充分的阳光，它们比较脆弱，所以可能如果下大雨的时候，雨会砸烂那个花瓣。这么残忍？很弱，这些花这样很多。那这里最贵的花是哪一朵？你给播嘞！啊，应该最贵的啊。不同的花有不同的价格，大概从11块到16块这样子。哇，这个花是 Egyptian Starflower，我们其中一个比较贵的，差不多13块。
比较 neutral 的 flavor 啦吧，有一点点甜。所以是不是因为它有一点带着甜甜的味道，所以是最贵的？这个因为它的形状比较小，味道也比较好吃，它也是有很多颜色，需求比较高啦。食用花需要在户外种植，获取充足的阳光，这样才能生长得艳丽夺目。我要在这里打卡，耶！小老婆大发现。我带你们去看室内里面种的微型菜苗。它们比较娇嫩，所以它们需要25度的温度。哇，你看这些菜苗都很微小哎。对呀，不然叫微型菜苗。哦，对啊。哎，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刚才 Ryan 所说的那个室内温度就是25度？是很适中哦。是而且呢，一路走来呢，都看到很多是非常熟悉的，在那个摆盘上面的微型菜苗。因为你每次去吃高级餐馆嘛，对不对？没有，我只是瞎说的。可是我想问你，后面这些都是 first stage of 这些菜苗吗？对，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所以他们要种大概1到3个星期才可以采割。 1到3个星期很快耶。Ryan，我看见这个灯管哦，是5颜6色的，是有什么作用的？红色跟蓝色的灯都是给菜长大的，然后白色的灯都是给我们人类的眼睛比较舒服看。哦，他们也是有多一个看不到的，都是紫外线，或是会弄那个菜比较鲜艳。 UV light 啊，那真的完全可以代替阳光哎。Ryan， 你这什么？那这个微型菜苗可以吃吗？可以，你自己拔来吃，自己拔来吃啊。自己拔就直接这样拔来吃。不 OK。要拿太多。味道如何？有点 wasabi 的感觉。 Correct 呀，这个跟 wasabi 有一样的那个 chemical 啦，所以它们的味道很相似。而且还有那种羊角豆的感觉，那个黏液对吗？一点点。哇，这么小片你都可以吃到黏液啊！ Yes，因为我很喜欢吃羊角豆，所以我知道。哦，那微型菜苗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的蔬菜差不多吗？微型菜苗因为它们比较小，它们的营养价值多4倍。哇，这样不要把这些微型菜苗给它推掉了啊！ OK，要跟主食一起吃啊，因为营养成分很高，而且很贵，真的很贵。微型菜苗越来越受大厨和食客的欢迎。小巧的微型菜苗不仅是可以用来装饰，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马上跟桌上的明日之星打卡拍照吧！耶！我觉得这个很像你身材，你看啊，你放进个 camera， 你只看到你头这样，应该是大概这样了，看到他头而已。看不到啊，对咯，你看一样 ，same size bro， big like a potato， big your body big like a potato。可以找一个正常的人跟我们搭档嘛。 big like a potato。哎，这里环境不错哈。哎，这里环境不错哈。这里环境不错哈。continue，我们去，可以啦，没事啊。哎，你不要抢戏耶，你为红星大奖走红地毯啊？大老是这样，很好笑哎，吓我一跳哎！我以为你突然看到什么要跪下来。鱿鱼滑翔。哎，等下，哎，这保龄球。为什么会有玩具在这里？这个很像那个 massage ball 哎。去哪里？ OK，跟着他走，跟着他怎么走？去哪里？快！去哪里？这里是哪里？去哪里？哎，这是我们幼儿园的 Dash，
哇，今天他很顽皮，常常往外跑。今天不过请到你们3位贵宾，哇，真的欢迎欢迎。哇，不敢当，不敢当。是哇，原来这个机器还有名字的，叫 Dash 啊。所以这个是什么用途的？这是我们小朋友用来做编程的，学习编程的。等一下，编程的英文是不是叫 coding？Coding 是。黄特龙去哪？白色，这个。来呀！请问，新加坡的学生需要多学一种语言，猜猜看是哪种语言？我又不懂那个语言是什么。否定。为什么你懂？这么聪明，你怎么知道？Thank you。他讲不要装不懂嘛，所以我懂，我就直接讲哦。Coding 是什么？Coding 是一个 language， 就是人与人用电脑来沟通的语言。那为什么要用 coding 来沟通？对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那个，我倒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还是懂一点不懂一点呢，怎么办？所以跟机器人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因为要code了，那机器人才知道要做些什么。所以不是用来跟人与人之间沟通，是用来跟机器沟通。到底什么是 coding？Coding 就是跟机器人打交道的一种语言。我们每个小朋友都需要学这种语言。等下我有点 confused 现在啊，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幼儿园呢，所以他们也要学 coding。我们小朋友从4岁开始就学 coding。我们家前100多岁都不懂 coding 是什么嘞？小朋友会懂？4岁哎，4岁会用电脑啊？他们好厉害的。What is the right direction to get to the fish? Let's start. Forward. Very good. So you put where? Well done. So you have one forward already. What can you do with the forward? 这些就是我们4岁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呢是学习这个编程，这是我们学校双语以外的另外一种语言。等一下，为什么他们在学编程，但是都没有电脑啊，都是一些图案卡片？这样就可以学编程了。是，这是编程的第一步。这是4岁的时候，他们是不用屏幕的，是先学习这个逻辑思维。所以怎么样学习逻辑思维？因为编程呢，就是做一个程序，然后这个机器人照着这个程序来执行。这些图卡呢上面都有箭头，比如往前走、转左、转右，他们把它排好这个程序，然后扫描到这个机器人里面。机器人就会执行这个动作，所以这是编程的第一步。他们在4岁就是做这个，到了6岁呢才真正用那个屏幕来编程。哇，听起来第一步就很复杂哦。我4岁还在那个 playground 玩了。他们已经学 coding 了。对，这些学生都4岁，那么小，他们听得懂这些东西啊？其实4岁在生活中呢，他们已经有逻辑思维了。比如刷牙是吧？刷牙其实有程序的，你先刷哪一遍，然后上面下面。洗手也是有程序的，这些其实就可以先引用这些例子来跟他们解释什么是逻辑思维，知道怎么样来思考，逻辑性的思考解决问题。这其实就是编程的重点。为什么他们要学这个？因为以后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呢已经到来了，尤其是新加坡是世界上全球机器人使用率第2高的国家，所以以后他们呢要跟机器人共存的，他们以后的世界有很多机器人，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学这种语言？这是什么？这个是在那个 hotel 哦，我看到他们来炒那个蛋的，那一只手这样，然后就这样，哇厉害！这拿一只手这样拿来敲那个蛋，然后可以打那个蛋，然后这样一只手而已这样。经过经验的累积，它是分配包裹的机器人。分类包裹是人分类的。姐姐，颜色让我想起医院，所以它是在分类东西，但是应该是分类药，而不是物品。你答对了，郑龙。这个机械人是在陈笃生医院的药房。我们这里的机械人有 ROA， 是来抓盒装的药物，以及 Robotic Arm， 是用来领取所准备好的药物放在取药的区域。
我们这里每天大约有1000个病人左右，这些机械人帮我们缩短了病人在药房的等待时间，也帮我们达成了更高的抓药准确度，这可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以便我们可以分配更多时间与病人沟通及为他们给予药物讲解。小老婆大发现。这是我们的6岁的小朋友，他们就用电脑来做编程。1、2、3，我们就开始了，可以吗？好，1、2、3。课程到底是多长？这个大概1个小时。小学也会学编码吗？小学现在是小4以上都有学编码，是必须的。哦，了解。我以为他们用编码来编，然后各自的 dash 都会跳各自的舞蹈，但是其实是一致的哎。对，是一致的，对，所以这个就难度就在这里，节奏全部都要抓得很准。是。哇，厉害！你们太厉害了。老师，请您过来一下。我想说这个 coding 会不会很复杂？我们有没有机会 try 一下？可以，你们要 try 吗？要。请去那边吧。OK，好，不好意思，好，博士。谢谢。我们可以 try 呀。好，坐下。好，我们现在要 dash move forward， 上面有一个 programming block， 你 tap on it， 按着。哦，对吗？不对了，这个是 set wheel speed。错了，那怎么办呢？好，怎么办呢，小朋友？丢掉啊！他整个人丢掉啊！把他丢掉。把我丢掉了。可以去 drive 拿出 forward 出来吗？第一个。哦。好。你会用啊？你按掉，你按几次 forward？ 为什么要按几次？所以你要 forward， 一定会撞到前面那辆哎。好了，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啦。还有，你会了吗？会了。给他自己创意，我们继续。好，你看到 all lights 吗？ all lights 就是全部的对他的耳朵、他的身体。你会咯？你不是会咯？你不是会了不起？不要抄袭我，不要走开。完了。那我想问小朋友，你们学这个的时候，你们觉得困难吗？不会，你们喜欢吗？你们喜欢编码吗？你们喜欢我吗？真老实，小朋友。小朋友，你们要不要看我们机器人跳舞？准备好了吗？1、2、3，Let's go！ 好不好看？你们要评分哦，等一下。对，你们要看谁？这个发疯啊，那个。还有前面那个没有走掉，那这个也是。没有撞到。他一直在原地打转。哎，我们要开结束了。好了。小朋友，谢谢你给我们掌声。你觉得他们编的怎么样？不好，他们碰在一起。他们碰到一起一点点，对不起。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么烂，才证明你们的厉害嘛，对不对？我们第1天学这个 coding， 以后我们会多多的用它 ，OK， 谢谢你们，谢谢小朋友，谢谢，拜拜。原来编码适合机械人沟通的语言，相信在未来编码的用途一定会更广泛。我要在这里打卡。哇，编码真的是一点也不简单。看到年纪小小的小朋友熟练的使用编码，真的是太厉害了。就在这里打卡吧。博士，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知道什么地方有运用很多机器人的吗？有啊，你们可以到机场那个就可以看一下，当然那里有很多机器人。机器人啊，但是竹窝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没问题 ，Dash 带你们去。是 Dash。啊 ，Dash 带你们去。慢呢 ，Dash。是，走那边就走。到明天跟他们走就好了。再见，谢谢，再见。
哇，这个是他的朋友，他能被讲话，这么高哎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阳光可乐，我是青春无敌美少女。 Hello， 我是宇君，他是彼得。那彼得是做什么的？彼得其实是我们的 Petrol Police。哦，交通警察，交警。哎，阿 Sir 你好。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停车的话，他就会发出信号。所以违规停车就是说这里不能够停车的。对，这里是不能停车的。彼得还有监控器，可以把车辆的违规拍下。哇，可以拍起来哦。直接给3班。对。哇，这个厉害我们的保安人员可以在我们的监控室里，从彼得的摄像头内查看这个交通的情况。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做出应对。哦，但是为什么需要他来执行呢？使用机械人的主要用意是可以省去人力，所以我们的保安警卫就不需要24小时驻守在这里。那他一天24小时都在巡逻？不是的，人要休息，机器也需要啊。他只是出来巡逻8小时，过后他就会回家充电哦。哦，8小时。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机器是从什么国家做出来的呢？其实它是新加坡制造哦。Made from Singapore。对 ，Made from Singapore。所以它里面一定也有 coding。对。哦，所以制造，然后 coding， 然后包括设计啊，所有都是新加坡制作的。对对，彼得的功能性比较多，所以它比在 coding 更复杂一点。所以我相信彼得这个交通警察应该会辨别得出 motorbike 还是行人还是车辆嘛，没有辨别错吧？对，他当然是会辨别啊，不然他就会撞上行人了。可是如果这么大，这样彼得没有朋友啊，他一个人的呀。里面还有更多，跟我来吧。哦，对啊，很可爱耶！哎，刚才那个叫彼得，这个叫什么名 My name is Joy. Nice to meet you. 对，他是 Joy。Hello Joy。那 Joy 在这里是负责做什么的呢？有没有看到雨漩涡溅出来的水在地板上吗？一些些。对对对，所以他是负责把这里滴出来的水洗干净。哦，这么可爱的是清洁人员。这些工作不是一般的清洁工人就可以做的吗？星耀张庭这么大，我们的清洁人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所以不可以24小时在这里观察有没有水溅出来，所以我们请 Joy 来帮忙啊。那有了 Joy 过后，这个工作减少了多少人力呢？之前有每30分钟内有一名清洁人员会来这个雨漩涡周围清理。有了 Joy 之后，我们的清洁人员就可以focus 在一些Joy 清理不到的地方。那 Joy 跟彼得一样，新加坡制造的吗？对，他们是新加坡 ，Made in Singapore。哇，太骄傲了！你看，新加坡人呢非常聪明，制造了很多很有用的机械人，而且是用 coding， 所以 coding 很重要。是没错。OK， 我看到 Joy 前面他的胸前有一个 QR code， 那个是拿来干嘛的呢？哦，等一下，我扫一扫先。好，来，我换位置。直接扫就好了吗？我们给他机会讲哎。问题啊，对，其实 Joy 也是我们的表演艺人哦。对，表演艺人。因为星耀张庭有很多访客，所以我们训练 Joy 和访客们互动。我要看到 rap。你要看到 rap 吗？就是这样。 Please。哦，我听不到。Rapper。Yeah. Hit it. I'm your old school boss, queen of reading, and I'm respecting just the beats and dance. I've got the hottest beats playing in the beat. The coolest thing in town. I'll make the world light up. Hey, you're never gonna frown. 他唱歌比你好听哎，他刚刚是 rap， 我是唱歌。其实机械人主要的不是来取代人工，而是我们的好帮手。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让我们可以把精神专注在其他的工作岗位上。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机械人都围绕我们身边哦，是无所不在的。是，所以都是 coding 的功劳。机器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帮我们分担工作，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在这里跟彼得一起打卡。我要是粉色的。对。塞到地上了。我想就是我一不小心太用力了。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可以啊，直接拔起来就可以 try 啊。可以啊。我准备好，拿来试。你去哪里拿筷子了？走了。那我就是这个了，受不了。